大家好，我是大象，今天我们就继续聊激荡40年之1985。开头照例再啰嗦2句哈。激荡40年系列是我们做的一个历史回顾类节目，改革40年，大事频发，能人辈出。这个系列就是把我觉得精彩的大事能人提炼出来，以每一年的故事做成一个视频讲给大家听。当然还需要重申一下，这个系列的素材主要参考了吴晓波老师的激荡30年系列，以及其他的中国当代史书籍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改革开放40年口述史、改革开放口述史、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、开放中国改革的40年记忆、巨变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记忆、大趋势中国下一步。1985年年初，一个102人的庞大调查组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，直奔海南岛而去。这些人来自中纪委、中央军委、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海关总署、国家审计署等机构，规格极为罕见。而调查组的矛头最终指向了海南行政区政府负责人雷雨，他的官位岌岌可危了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，雷雨的名声都很好，他为人刚正不阿，做事雷厉风行。这样的官员为什么被查呢？事情要从上一年开始讲起。1984年登陆南巡后，国家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，一直孤悬海外、地理位置优越的海南岛也成了重点开放区域。这个消息让当时的海南党委书记雷雨激动得彻夜难眠。那时候的海南还没有建省，是隶属于广东管辖的一个行政区，岛上穷得叮当响，到什么程度呢？政府征兵时要写标语，连买纸的钱都没有。这样的底子拿什么发展经济？但祸如一夜春风来，1983年4月，国家批准了一个关于加快海南发展的文件。文件中给了海南一个特殊的优惠政策，也正是这新政策，再加上84年国家的进一步开放态势，让这个100年来被视作流放之地的孤岛，一下子成了天选之地。这个政策其实也不复杂，一句话就能讲明白，就是海南拥有自主进口短缺消费品的特权，比如家电、汽车等。乍一看没啥，但就是这么短短几个字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、规模惊人的金钱狂欢。具体是干什么呢？倒卖汽车。当时内地的其他省市是没有自主进口权的，而海南则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政策优势。国外的汽车先是一货轮一货轮的运到海南，再由海南转卖到内地，这里面的利润差价堪比挖到一座大金矿。据当时行情，只要你弄到批文，进口一辆汽车就能挣到1万多元。很多人离万元户的距离就是一张纸，而且就算你没有销售渠道，只要去当地政府申请，批文本身也是能卖钱的。家门口活生生被种下了一棵摇钱树。于是海南的工厂、饭店、旅馆、幼儿园，乃至在机关扫地的大婶、门口收信收报纸的大爷，全部加入到了倒卖汽车的队伍。每天街头巷尾，大家聊的都是汽车、批文和外汇。港口货轮上则停满了密密麻麻的汽车。也不止海南人，这场史无前例的金钱狂欢更是吸引了无数外地人来宝岛淘金。大家热火朝天，好像全然忘了一件事情，这么干是违法的。其实当初上面制定政策时就看到了这里面有可乘之机，所以在优惠政策的后面还加了一个限制条件，明文规定这些进出口物资只能在岛内使用和销售，不能卖到外地。但这句话被急于给海南谋发展的雷雨有意引掉了。当时的海南实在太穷了，有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雷雨不想放弃。他原本的想法是先定一个小目标，进口1.3万辆转卖到内地，帮海南赚2个亿就行了。可历史的阀门一旦打开，就不是个人能关得上的了。在他暧昧的态度之下，区直属的94个单位有88个都好像魔怔一般卷入了这场汽车的狂欢之中。工商局积极地为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的手续，税务局的汽车发票上虽然都标着只限岛内使用，不许出岛的字样，但这更像是某种不可言说的默契。底下的人更是有恃无恐。短短半年间，全岛出现了872家公司，业务基本都是倒卖汽车。海南区政府则签了8.9万辆汽车进口的批文，进口运货总额高达3亿美元。傻子都知道这么干迟早会出大事的。汽车不是黄金钻石，这些庞然大物一船一船的拉进港口，要想不为天下人知，绝不可能。接着就到了我们开头讲的那一幕。1985年初，中央派出国字头多家机构，共组成了一支102人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，开始彻查这桩惊天大案。最后的调查结果是，整起事件中，海南一共炒卖外汇5.7亿美元，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.1亿，比1984年海南的工农业总产业还多出10个亿。作为当时海南的一把手，雷雨被贬到了广东一个农业县担任县委副书记。看到这，可能大家都觉得雷雨是个贪官，一定在这起案件中捞了不少。但最有戏剧性的是，在这之后的很多时候，雷雨却一直被认为是海南经济发展的英雄，甚至能与另一位恰好是海南籍的清官海瑞相提并论。直到90年代，谈起海南的巨变，民间依旧不忘雷雨当年的贡献，评价极高。而在这次的事后清查中，最后也发现，在数额如此巨大的整起案件里，雷雨个人从未倒卖过1辆汽车，未受贿过1分钱。
作为海南政府一把手，他18个月的奖励和补贴一共只有460块钱。他主政海南3年，1984年，海南的财政收入是4.6亿元，比他上任时多出将近2亿。这些钱也基本上都拿来建设基础设施了，公路、学校、城镇建设等等。另外，他还有处理人民来信的习惯，3年间一共给人民群众回了5000多封亲笔信，算下来平均每天4到5封。如今回头看，他在的那3年，也正是海南经济真正起步的时期。所以这次事件后，上面对雷雨的处置也很有余味。他先是被贬为县委副书记，不过仅仅3年后又被提拔成广州副市长，后来又担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。61岁时，他在任上主动辞职，回家侍奉9旬老母。回顾历史，海南汽车倒卖事件一系列操作堪称疯狂，其规模之大，参与人数之多，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但它也在事实上折射出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，就是地区急着发展经济，而制度往往一时难以跟上经济发展的需求。1985年，改革已经到了第8个年头，前面的节奏可以说是跑跑停停，国家一直在调控纠偏，有时添把火，有时踩刹车。不过到了这时候，大家迫切想致富的野心已经按耐不住了。这一年里，除了疯狂的海南事件，还有另一件事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，就是这一年风风火火的工业设备引进潮。当年我们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，欧洲和日本工厂淘汰的生产线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先进设备。本来有些缺乏产品竞争力的企业，一旦引进了西方的生产设备，也很快就能满血复活。于是，在这一年，中国代表团们拿着购物清单，在整个欧洲搜寻二手工厂设备，成百上千条彩电线、洗衣机线、冰箱线被拉回到国内，夜以继日地抢着安装。中国家电业的战国时代，以一种蓬勃又透着一些野蛮的姿态正式开启了。毫无疑问，这股引进热潮当然是有好处的，它让国内工厂的生产效率飞速提升，客观上也帮助了我们启动消费品市场，同时对我国轻工产业的更新换代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，并且国内家电业的第一批名牌企业，比如天津的冰封冰箱、广州的五羊洗衣机、长春的君子兰洗衣机等等，也全都是第一批引进外国设备的企业。但与此同时，也出现了不少让人心痛的问题，比如很多单位买设备的时候缺乏规划，导致斥巨资买回来的生产线根本不能用。四川花了8个亿，从日本引进了一整套威尼龙生产设备，可建成后才发现天然气供应问题根本无法解决，即便把隔壁重庆钢铁厂的天然气全部移过去，也还不够一半设备开工。青海省引进了一套混凝土输送泵，结果发现都是30年前的旧设备，除了标牌是新的，其他部件都卖进棺材了。1987年，武汉市曾对引进设备进行普查，发现全市共有价值5100万的设备，但这些设备基本都长时间空置，有的连包装箱都没打开。所以不难看出，整个引进设备潮因为没有规划、技术的不配套等原因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，也消耗了国家大量的外汇，导致当年的贸易逆差达到创纪录的137.8亿美元，让人唏嘘感叹，也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。不管是倒卖汽车还是引进设备，其实都反映了一件事，在政策放开后，我们又犯了贪大求洋、盲目跃进式的错误。所有人都急着挣钱，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，这一年还爆发了另一起重大的经济事件，它就是轰动一时的晋江假药案。造假药的晋江企业主要集中在陈岱镇，它是福建省第一个工农业产值超过1亿元的乡镇，曾被誉为福建一枝花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当地的食品工厂为了追求暴利，转去生产药品，他们用劣质的银耳配上白糖，就造出来所谓的降压冲剂、异甘磷冲剂。他们造药用的是简陋的炉灶和铁锅，厂房就安在民居里面，满眼都是苍蝇、垃圾和灰尘。而开个这样的药厂，只需要到镇上注册一下，然后把1%到2%的销售额上交，就算是合法了。那些伪劣药品也由此进入了公费医疗体系，以及全国各地病人的肚子里。1985年6月16号，晋江假药案被人民日报曝光，一时引爆了舆论。根据报道，当地一共有45家假药工厂，生产了100多种假药，共计10万余箱，销售额达到3500多万，参与案件的人数超过1000人。报道刊发后，晋江在全国的名声一落千丈，当地人到外地做生意都不敢说自己是晋江的。我们之前讲过的福建省委书记向南也受到了案件牵连，黯然落马。晋江假药案中，我们能清楚地看到80年代大家对财富物质的渴望，而这种渴望稍一变形，就将演变成对法律的漠视和商业道德的沦失。这在我们整个波澜壮阔的改革史中并非个例，是我们无法回避，其实也不必回避的阴影处。读史明智，治古见今，如今从教训中吸取经验才更为重要。世界和人性都是灰色的，且从来如此。虽然有些东西可能永远会成为抹不去的黑点，但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天的陈岱镇已经走出了35年前假药案的阴影，再次成为了福建一枝花。
2016年，全镇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534.4亿元。2019年还入选了中国千强镇，排名第23位。另外，陈岱还是著名的中国鞋都，从这个闽南小镇上走出了我们后来耳熟能详的安踏、特步、361度、贵人鸟等一系列运动品牌。除了两桩大案和一股浪潮，这一年还有一件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。年初，国家宣布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的限制，于是，一种特殊的金融模式——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了。简单来说，双轨制就是同一样商品有两种价格，一个是国家掌控的计划内价格，一个是市场化的计划外价格。比如一枚鸡蛋，计划内的价格是5毛，而市场价格可能已经卖到了8毛。双轨制诞生的背景，一方面是国家为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做出的过渡性选择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国内生产资料短缺，为了保护国营企业的竞争优势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有了这个制度，市场上已经涨到了15块钱的东西，国企可能10块钱就能拿下，并且重要生产资料的批发业务只能由国营单位经营。不得不说，双轨制的诞生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它一方面让老实人吃不饱，另一方面一些胆大又有关系的倒爷们又能撑死。经济日报就曾报道过这么一件案例：国营的内蒙古赤峰金属材料公司以每吨3714元的价格采购了500吨铝电，然后以6500元的高价就地卖给了广东公司，这一下挣了将近140万。但这并没有结束，之后广东公司又把这500吨铝电先后倒卖了3次，单价提高到了7000元。而戏剧性的是，最后还是由内蒙古这家国营公司又给买了回来。整个过程中，铝电原地不动，倒爷们已经挣得盆满钵满。关于双轨制的评价，经济学界至今存在争议。从上面的例子来看，它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，而且同时也造成了大面积的贪腐。但如何评价它的标准在于，除了这个不太好的选择之外，我们当时还有没有更优的选择？经济学家张五常的结论是没有。他认为，如果不实行双轨制，那当时就只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继续实行计划单轨；第二，按照休克疗法直接进入市场单轨。前者没有效率，后者还有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。所以，改革不是请客吃饭，转型也往往没有两全其美。按张五常的说法，三害相较取其轻，可能才是相对务实的做法。当然，不可否认的是，双轨制的代价也是惨痛的。据估算，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直接损失每年至少在11000亿以上，占 GDP 的9%，与不少年份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持平。不过，随着我们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，价格双轨制也在慢慢的消亡。90年代以后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当然，这一年的国企改革也不是没有亮色。8月3号，沈阳市政府办了一场隆重的新闻发布会，仿报机械厂等3家国企的厂长被叫到了台上，分别从领导手里接下了一个文件，文件封面上写了6个大字：破产警戒通告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就是向外界告知，国企不再是金饭碗，干不好照样得破产清算。这项处理是建国以来破天荒的第一例。1年后的同一天，仿报机械厂也真的宣告破产了。这个事儿听起来好像不大，但细品一下，它的意味悠长，而且更像是一个杀鸡儆猴的举动。有名日本记者看到了背后深意，在报道中写道：沈阳发生了超过8级的改革地震，中国的铁饭碗真要被打碎了。这次破产处理显示了中国的改革决心，也给其他国营工厂敲响了警钟。国企不应该是巨婴，不认真经营，迟早会撞上南墙。厂长中有干得不好的，自然也有干得好的。上一年年底，一个叫格里希的德国人被聘用为武汉柴油机厂的厂长，他也是新中国第1位外籍的国企厂长。由于出色的管理经验和责任心，格里希在这家工厂干了3年，厂子里风气大变，而他也5次得到国务院副总理接见。离开中国时，他还给政府留下了一封信，归纳了国营企业的10几条弊端和改革建议。有人把他称为新时代的白求恩。2003年，格里希在德国去世，武汉市政府特地在汉正街工业区广场为他竖起了一座铜像。实际上，整个改革史，国企厂长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，也几乎每年都会有几个能人强者蹦出来。他们和那些民间致富的创业者一样，都是那个时代锐意进取也风光无限的冲浪者。但相较之下，很多国企厂长虽然一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可长久来看，却都并未改变国企内部问题的基本盘。就像这位德国厂长格里希，在他离开之后，他领导的武汉柴油机厂很快走上了下坡路。2000年，80岁的格里希最后一次访问武汉，朋友们谁也没敢告诉他，厂子其实已经停产2年了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呢？首先，国企改革是有红线的，有一些核心问题不解决，病灶不除，病情往往会反复发作。第二是，这种过于依附于个人能力和强权的改革，往往根基不稳。相比于人管人，制定出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，显然重要得多。当然，这一点在改革的路上，我们从来都知道，也一直都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着。
只是过程有些反反复复。管理工厂如练兵治军，如何激发出工人们的积极性和科学生产观念，如何把纪律涣散的工人们打造成一支高效能战的威武之师，这始终都是改革路上一个重要的课题。聊完大事，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年个人的奋斗史。当企业家们争相向西方学习管理经验时，出国留学或者进入外企工作也成了年轻一代的时髦追求。这一年的吴世红是北京春树医院的一名护士，只有自考专科文凭的他到 IBM 公司应聘办公勤务，人家问他会不会打字，他张口就说会，但其实他连打字机都没摸过。面试结束后，吴世红赶紧借钱买了一台打字机，练打字练到吃饭都拿不起筷子。1个星期后，他成功入职了 IBM。又过去了12年，他成了 IBM 的中国销售渠道总经理。另一个更加传奇的人物叫唐骏，这一年他21岁，刚考上北京邮电大学的研究生。他一心想着出国，但北邮的学生出国名额已经用完了，于是他满北京的打电话咨询，问哪个学校还有出国资格，最后决定转到北京广播学院。广院的老师明明白白告诉他，相比北邮，广院只能算2流院校，而且虽然还有出国名额，但是你转过来了也不一定能争取上。唐骏没有犹豫，转学之后，他到教育部门口站了整整4天，每天跟主管出国事务的李司长问好。李司长您早，李司长您出来吃饭了，您吃好饭了。到了第4天，司长实在受不了了，问他到底有啥事。唐骏把情况一说，2天后他拿到了出国名额。17年后，他成为了微软公司的中国区总裁，后来又出任上海盛大公司总裁，帮助这家创办不到3年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。前段时间打工人的梗频上热搜，而唐骏本人在许多年前就获得了打工皇帝的称号，可以说是我们打工人的鼻祖。不难看出，这一年的民间是热闹的。随着经济改革不断推进，人们的生活也在日新月异。这一年的《时代周刊》报道说，仅隔几年又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很难相信自己到的是同一个国家。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，邓公再次被《时代周刊》评选为1985年世界年度风云人物。这是继1978年之后，邓公第2次当选。在经济和生活面貌改变的同时，天下大势也在发生着巨变。1985年3月4号，邓公在会见外宾的时候提出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了时代主题。1个星期后，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第1书记，冥冥中注定了冷战的结束和苏联大厦的崩塌。4月份，旷日持久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进入尾声，英国女王签署法案，统一把殖民了155年的香港归还给新中国。5月27号，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。6月份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，为解决长期以来的军队臃肿问题，实行军队体制改革，开始100万大裁军。这年年初，在南极乔治岛，我们建立了第1个考察站——长城站。另一项影响更深远的科技成就是王选的汉字激光招牌系统，它在这一年走向市场，取代了沿用几百年的签字印刷，使中文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，迈入了光与电的新时代。在文体领域，1985年也是一个大年。11月10号，女排世界杯在日本举行。按照规则，中国女排队长郎平提前2天把上一届的冠军奖杯交还给了国际排联主席。12天后，世界杯比赛结束，中国女排7战7胜，又把同一个冠军奖杯领了回来。这一来一回，实在是枯燥且乏味。女排大胜的同一天，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也迎来了决胜时刻。比赛一共15局，第1局日本队获胜，也在意料之中。因为当时日本围棋比中国强，几乎是业界公认的事实。然而在第2局情况就不对了，中国棋手江初九上场，连日本5员大将势如破竹，日本围棋界大惊失色。随后他们派出小林光一出场，这是一位有着10段战斗力的大魔头，不仅指出了江初九的势头，更是连赢了6位中国棋手，以一己之力成功翻盘，直接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主帅聂卫平面前。聂卫平毕竟是主帅，成功反杀了小林光一。前14局比完，中日两国打了个平手，最后1局将直接决定胜负。比赛由聂卫平出战日本的传奇大师藤泽秀行，最终聂卫平以3步半的优势获胜，打破了日本围棋不可战胜的神话。这场比赛是现代围棋最精彩的战事之一，对世界围棋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不过在半年前的一个晚上，中国体育界却没有取得这样的胜利，只有一场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体育场所骚乱事件。5月19号晚上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，中国足球队迎战中国香港足球队。这场球赛的背景是1984年中国队刚刚获得亚洲杯亚军，一时士气高涨，而这场比赛则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亚洲区小组预选赛。前几场国足的战绩骄人，分别是8-0大胜文莱，6-0狂扫中国澳门，而这场的任务只需要在主场和中国香港队打平即可出现。那你想，香港队弱队，哎呀，而且是咱主场，踢他5个6个的，怪死他了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最后的结果却是以1-2落败，痛失进军世界杯的绝佳机会。
这一天对中国足球来说是黑暗的。比赛结束后，工体内外7万多球迷先是痛哭流涕，很快又演变成了群情激愤。他们在场外掀翻汽车拦截外宾，甚至直接殴打民警，最后造成了30多位民警受伤，130辆汽车被烧毁，120多名闹事者被警方当场抓获。这就是震惊一时的519球迷骚乱事件，也被称为国足黑色519。似乎从这一天开始，国足也好似被降下了封印。之后虽然偶有高光时刻，但实在太少。到了90年代，更是进入了10年低谷期。这一年的文化领域也有些让人惋惜的时刻。5月14号，83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饰演黄蓉的翁美玲在家里开煤气自尽，年仅26岁。6月12号，一代数学大师华罗庚在日本东京大学发表演讲，由于突发心肌梗塞，当天晚上离开人世。9月21号，武侠小说家古龙因为肝硬化引发食道瘤大出血，在台湾去世。林清玄等好友买了48瓶轩尼诗 XO 为他陪葬。这一年的影视方面，老一位电影艺术家谢晋拍出了战争片杰作《高山下的花环》，成龙则自导自演了《警察故事》系列第1部。拍摄中，他颈椎受损，骨盆脱位，差点瘫痪。如今回看这2部电影，画风上似乎不像是同一时期的产物，但他们就是如此真切地发生在那一年的历史中。转轨接轨的年代，新与旧，人文主义与商业逻辑，就是这样激烈地碰撞着。另外，很早就在香港首播并大火的电视剧《上海滩》也终于在这一年被引进内地。在浪奔浪流的歌声中，周润发和赵雅芝成为了一代国人的偶像。这一年的中国台湾，罗大佑和张艾嘉等人创作了《明天会更好》，并邀请了一共60位华人歌手演唱。歌曲以和平与爱为主题，30多年过去，依然是华语乐坛中不朽的金曲。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。同一年的7月13号，一场叫做 Live Aid 的慈善演唱会在英国伦敦和美国费城举行。这次演出的初衷是为了给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筹集善款，而最令人啧舌的是他群星璀璨般的阵容，鲍勃迪伦、皇后乐队、U2、保罗麦卡特尼、尼尔杨、大卫鲍伊、麦当娜等100多位音乐家登台演唱。10.5亿人通过电视观看，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演唱会之一。最后是在遥远的拉丁美洲，马尔克斯出版了他的新作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。小说的男主等待半个世纪，只为了和初恋再续前缘。和《百年孤独》一样，这本书也成为了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巨著之一。回望1985，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狂欢的年份，无论好事坏事都带着龙卷风的气魄登场。1985年的中国，有全岛倒卖汽车的疯狂乱象，也有全国引进设备的大潮，有国企厂长被警告砸掉金饭碗，还有人丧心病狂地销售假药。女排和围棋都高歌猛进，球迷们则烧起了汽车。写武侠的人一生泡在酒里，喝到肝硬化死去，最后所有人都在歌声中期盼明天会更好。这说不上是一个最好或最坏的时代，但那一定是个热闹的年代，人人都争先恐后，事事都干了再说。中庸之道像橡胶皮一样被随手丢掉，所有人都跟着感觉走，唯一的戒律用白云写在万里长空，禁止落伍。过上好日子的念头好像磁铁一般，吸引着那一代国人向前狂奔。他们顾不上擦干汗水，欢笑着，吵闹着，跑向前途未知的1986。好啦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击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。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象放映室，除了视频解说之外，我还会在公众号上整理一些图文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。拜拜。